大家好，今天口罩队长要跟你们分享台湾如何是真正的防疫成功的比别的国家好了1000倍。今天呢，一个专家我来分享。站起来啊，等一下，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啊？我好像看到 COVID 病毒，我要拿出我的锅铲解决它。不行了，他还好像邻居舅舅阿姨姑姑什么都有了，三姑六婆都出来了，我要拿2只啊！好，口罩队长来跟你们开战。好像好了我再看，不 OK， 好像不行了还在，那我试试看别的武器。拿我的锅铲，台湾品牌，拿我的平底锅，而且是台湾牌的牛头牌。这个很有用啊，可以用很久，绝对可以把疫情也杀死。好像 OK， 台湾安全的，没有问题，我保护了。你继续。啊？怎么是这样呢？COVID 的国王出来了，他的士兵都被杀死了，还要给我出来。但是别担心，我们用我们台湾的最有力量的武器把它解决。我的宝剑不用讲什么清明剑了，有这个口罩队长的可以灭掉最后一个国王。来，好，以上是口罩队长保护台湾的方式。我换装咯。各位，让我们继续下去。我相信在国外，很多人是在想知道为什么在这么严重的疫情中，台湾还可以维持他的生活。那其实呢，如果我们是跟国外公开台湾如何防疫的这么成功，绝对每个人都会说啊，就是因为我们以前的副总统是流行病学家，谁能否认这件事情呢？可是诚实跟你们说，我不觉得这是主要的原因。虽然我很感谢他每天坐在那边来跟台湾分享要怎么处理，他们真的是英雄。但是有另外一些英雄都没有人在说了，我必须跟你们讲，就是呢，我的学生是因为他们的关系，让台湾真的可以过得比较好日。现在不要跑掉，我会解释。但是这个故事呢，请我的学生不要怪我，我只是表达我的想法这样子。那首先呢，从我当教授之后去大学，我就发现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我想要公开，从我日常的生活。以我当教授这么多年，我就有看到一个趋势呢，就是早上的时候8点，我去上课的时候，男女生起码60%至70%的女生都是戴口罩。然后以前我就想说，他们到底是怎么了？是生病了吗？可是我也不好意思去问，也许他是长粉丝，不想要，或是长痘痘，不想要让我们看到了。我也不知道，虽然说台湾的人的皮肤都很好嘛哈。那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不对呢，12点之后都没有人在戴口罩，这是怎么回事？所以当然以一个研究者、一个学者的态度，我去开始分析，结果我终于早上8点来的时候，他是没有够早起床，快来不及来上课了，我要迟到了，他没有时间化妆。你说呢？他没有时间化妆，最好的方式解决是怎么样啊？当然就是戴口罩。所以我去上课的时候，他们就是戴口罩。然后呢，到12点之后，他借一些时间去化妆就可以了。如果我的学生是8点来我的上课，变成说，如果我在路边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人来跟我说啊，教授好。然后我心里说，我认识你吗？然后就嗨，可是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早上就是我脸都露不出来。你戴着口罩就完全的安全了，没有人知道你在想什么，甚至呢，你把口罩拉高一点，老师都看不到你还在睡觉，在上课中，你眼睛是睁开的，我根本看不到了。所以这一招呢，是早期台湾的学生、台湾的女同学很厉害的。所以以我的看法，你说那些护士、医生他们做的辛苦，对，他们做的很辛苦，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后面的功劳？就是年轻的女生、青少年
然后呢，台湾的男生也是要跟着学习。他为什么戴口罩？因为现在台湾的男生也很爱漂亮哦，所以他觉得他还没有化妆好，他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口罩盖住他脸。然后另外我想要补一件事情，就是虽然说我有外国的脸，不过我们都知道我是台湾人嘛，哈。跟我的老婆回去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唯一一个人在飞机上戴了口罩。那不是像 Michael Jackson 以前他戴口罩，因为他可能做了太多的手术，不想让人知道他的帘子已经垮下来了嘛，哈。但我们戴口罩是真的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这是疫情还没有发生之前，然后人家都会在飞机上看我们怪怪的，连我到海关的时候，好像海关看着我，好像我可能是不是恐怖分子还是怎么样。没有，我只是想要回家戴个口罩，不要生病在飞机上。可是他们就看我很怪。那以前我的家人就觉得说，你干嘛没事戴口罩？这是什么奇怪的行为？不过你看现在，我一直那时候跟他们说，不管怎么样，如果你在很多人群中，最好是戴口罩。不相信，结果现在的事情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要很感谢我们的年轻的女生，因为从他们的身上开始流行普通的人戴口罩的风气，连我自己都学起来。因为我觉得这样方便多了，尤其是在台湾，你看在台湾我们本来就在大家的面前不要太露出太多不爽的或是不快乐的表情，那你就戴个口罩就好了。老板骂你，他就不知道其实你就是在摆臭脸，或是你老师对你的功课不开心，然后把你臭骂一顿，你一样就戴口罩就好了，老师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甚至吐舌头也没有关系，他完全不理解。所以我到这个地步，我真能说我非常的感谢我们台湾的女同学，让我们在疫情中还过得还不错，希望台湾可以继续加油。谢谢各位，一手单起来哈，我跟你讲，亲我的女的学生，看完这一集不要不上我，然后还是要继续上我的课。Judy 跟 Emma， 我是在跟你们讲话哦。